欢迎回来。周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9月14日至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萨马尔罕举行的上合峰会，并应邀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外界注意到，这也是自2020年1月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习近平首次外访，备受关注。 外界关注到，这是时隔2年，习近平再次线下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意义非同寻常。2020年和2021年的峰会，习近平均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此次还应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深圳卫视注意到，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到访哈萨克斯坦这个伟大草原之国，正是在这里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7年6月7号至10号，习近平曾应邀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那次也是4年间，习近平第3次踏上哈萨克斯坦的土地。 当时，习近平就强调，中方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各成员国发展战略和其他地区一体化倡议对接合作，上合组织将为此发挥平台作用。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管瑶关注到，习近平的此次外访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进行的首次访问，是当前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过去几天，相关国家包括一些外媒对此都在高度聚焦。管瑶特别提醒，中国最高领导人此次外访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这就更令外界期待。这次的访问是在14号到16号之间进行。那下个月的这个16号，那么中共的20大就将在北京召开。 这可以说是全世界高度关切，因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也可以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中国会走什么样的这个道路，有什么样的这个国家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那么恐怕外界都会非常关切。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次访问，也是外界来观察这个中国未来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 今年的上合峰会完全以线下模式召开，上合8个成员国领导人均赴乌兹别克斯坦古城萨马尔罕参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俄总统普京将出席此次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并进行多场重要会见。印度方面也证实，总理莫迪将参会。 观察指，今年是上合组织宪章签署20周年和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合成员国领导人悉数与会，一方面将在上合组织的定位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多场元首之间的双边互动值得期待。我注意到上周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参加远东国际论坛时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也特别表示。 那么期待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这个会晤。我们知道，在这种多边会议上，通常呢也会进行这个领导人之间的这个双边会晤。那么中俄领导人是吧，进行这种面对面的这个交流，那么当然是外界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同时呢，恐怕外界也非常期待中国最高领导人，那么对于这个地区的这个局势，对于地区的这些个。 发展对于这个全球性的重要议题，在这个上合峰会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多边舞台上，它会提供怎么样的这样的中国智慧，展示怎么样的中国方案？在全球秩序处于动荡变革之际，本次上合峰会的动向备受外界关注。上合组织的第2波扩员将是本届萨马尔罕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 7月中旬，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确认，伊朗将在今年的峰会上正式加入上合组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上周一也宣布，伊朗总统莱西将出席本届上合组织峰会。2005年起，伊朗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2008年起，伊朗正式申请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 去年9月的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启动了伊朗加入该组织的进程。 今年的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乌兹别克斯坦7月透露，萨马尔罕峰会将签署有关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备忘录，伊朗将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指出，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将带来直接的边际效益，因为上合组织高度强调以共识为主导这一框架，成为成员国讨论和磋商的重要场合。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组织和安全组织，上合组织的扩容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大的稳定性。上合组织全称为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在中国上海正式成立。创始成员国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还有中亚地区的4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尽管遵循开放性原则，但由于新成员的加入还需得到成员国的一致认可，上合的扩容也有较多复杂的问题。2017年，上合组织终于迎来其首次扩容，吸纳了印度和巴基斯坦2个南亚国家作为新成员，而此次伊朗将成为中东地区首个加入的国家。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上合组织它的这一套非常成功、非常有生命力的这一套的这个扩容的运行机制啊，它已经进行了这种常态化。这同时恐怕也反映了这个上合组织它自身的它的这套理念，它的这一套这个运行机制，它是适应这个地区发展乃至全球发展的这种民主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的，它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它是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非常有生命力的这个多边组织表现出这个浓厚的这个兴趣。此外，据悉，现为观察员国的白俄罗斯最近也提出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还有一些国家也希望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或伙伴。8月初，俄媒曾透露，包括阿联酋、叙利亚、卡塔尔和沙特在内的10个国家希望加入上合组织，其他候选国还包括缅甸、柬埔寨和尼泊尔。俄外长拉夫罗夫7月曾形容，希望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排成了队。20多年来，上合组织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26号就曾表示，上合组织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中方欢迎认同上海精神和上合组织宗旨原则的国家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那么同时呢，越来越多的这个成员加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碰撞过程中，恐怕也会激发出新的这种理念，甚至呢，在一个更大的这个朋友圈的这个基础上，会迸发出更多的这种活力，也会推动这个地区的安全发展，是吧？解决这种实际的这个问题中呢，恐怕会迸发出更加强大的这个生命力和行动力。上合组织地区面积覆盖超过地球陆地面积的1/4，人口总数占到全世界的1/3以上。上合组织副秘书长格里高利·洛格维诺夫日前强调，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促使上合组织不断地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和目标。今年3月，国委员兼外长王毅曾表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复杂严峻。面对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诸多影响，上合组织作为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国际组织，应该在维护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和稳定上发挥更积极作用。实际上，此次上合峰会也是在俄乌冲突持续、美西方在亚太地区制造阵营对抗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各国的独立、安全和发展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观察指，俄乌冲突背景下，美西方国家要在国际上孤立俄罗斯的态势愈加凸显。上合组织成员国整体处于中立状态，特别是中印等国扛住了美方的施压，与俄罗斯继续保持交流。而近段时间以来，中国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繁在台海问题上挑衅，也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较为紧张。即将加入上合组织的伊朗，近年来更是一直被美国打压，与西方国家矛盾重重。有分析认为，此次上合峰会将在呼吁通过和谈政治解决问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提倡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有力呼声，捍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发展空间。世界进入到一个动荡变革期，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那么上合组织那么对于这些个成员国面对的这样的这个安全问题、发展问题，会拿出怎么样的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和应对的这种办法，甚至呢，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基础上，那么怎么样能推动这个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那么能够通过有效的这种多边的这种合作，在这个上合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推动自身的这种发展和壮大。我相信这也会是对于这种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和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助推作用。周日，俄乌冲突进入到第200天，战局似乎出现重大变化。乌军称收复哈尔科夫州多个地区，俄军也证实已从多个战略重镇撤退。俄国防部对此
解释称，将在顿涅茨克重新集结后撤部队，以实现解放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而在周日，乌克兰东南部多地出现电力短缺和停电的情况。乌方称，该国多地出现电力故障，是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恶意导弹袭击。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致敬乌武装部队，感谢他们夺回数百座城镇，并称乌克兰人会走完这条胜利之路。У ці 200 днів нам чимало вдалося, але найважливіше, а тому найважче попереду. І це звернення я хочу присвятити саме тим, хто попереду, і кому зараз найважче, бо вони роблять найважливіше. 不过，当天晚些时候，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已经全面停电，而附近的苏梅以及黑海沿岸的敖德萨等地则出现部分地区停电的状况。泽连斯基表示，是俄军针对乌克兰的民用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恶意导弹袭击，并称这是恐怖主义行为。另有消息证实，乌克兰最大的热电厂之一的哈尔科夫第5热电厂遭到2枚导弹攻击，但俄方目前尚未证实发动袭击。上周六，乌军宣布在北方战线取得重大进展。同日，俄方承认将伊久姆巴拉克列亚部队撤离。伊久姆被认为是俄军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中心。还有报道称，在过去的1周，乌军从俄军手中夺回了约3000平方公里的地域。在俄乌冲突200天时间点到来之际，战场局势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乌军的反攻从周二开始，朝着冷寂已久的伊久姆方向，乌克兰军队突然在西侧翼沿着2条东西向公路发起了进攻。最先进攻的是靠南的巴拉克列亚，在这里只遇到了2000名俄罗斯国民禁卫军以及轻装甲车，没有重武器。在1夜的交战后，乌军拿下此地。周三，乌军推进到舍普琴科沃，这里的防御更弱，只有2000名开战后征募的顿巴斯俄族民兵，实际上就是平民，没有军事经验。到了周五，乌军夺取区域交通枢纽库皮扬斯克，切断了俄军的补给线，实现了第1个重要目标。此后，乌军继续推进，取得了伊久姆控制权，实现第2个重要目标。至此，战果已经扩大至约3000平方公里。这一次的哈尔科夫周边的这种战斗呢，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是，因为乌军的这个各种全兵种的这个配合，空地还有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直升飞机啊等等这样一些远程精准打击武器综合的运用，而不是过去我们看到的乌军。那么此次参加哈尔科夫反攻的乌军，由于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刚刚从英国和波兰培训回来的这个乌军，现在的乌军可以说呢，具备了一定程度上与俄军势均力敌进行正面冲击、正面对抗的这种能力。伊久姆曾是俄军在乌东战线的重要据点。俄军3月中旬攻下伊久姆后，便在此集结大批兵力和物资，向南可与顿巴斯地区部队夹击顿涅茨克部分地区，向北可攻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英国广播公司称，这将是4月俄罗斯从基辅周边地区撤军以来乌军最重要的进展。俄罗斯国防部已确认俄军从伊久姆等地撤退，并表示这些部队已经重新在顿涅茨克地区集结。俄国防部还称，为了掩盖部队的真实行动，已上演了一些分散注意力的行动和示威活动。顿涅茨克民间武装领导人普希林周日表示，前线局势确实非常困难，顿涅茨克多地也遭到炮击，但其部队正在向前推进。他同时强调，乌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则表示，俄国防部重新集结军队的决定是不得已的军事战略。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失守的所有城镇都将被夺回。那么现在看来呢，乌军的这种反攻啊，使得俄军意识到自己的兵力不足，装备也存在着战线拉得太长，有点那个顾此失彼啊，南北不能相顾。因此，俄军下一阶段呢可能会出现战略的调整。将重心集中在他所追求的，或者说他最重要的这个地区，比如说要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州的全部领土，以及要在把控住、守住现在在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这些领土。据英国卫报的报道，乌军使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乌克兰特种部队方面表示，早前乌克兰方面大肆宣传的南部攻势其实是虚假宣传，目的是分散俄罗斯对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发起的真正攻势的注意力。
前乌克兰国家安全顾问、现任乌克兰特种部队伯恩旅新闻官员塔拉斯·贝雷佐维茨表示，乌方的大型虚假宣传行动让俄罗斯误以为战事将发生在南部，俄军据此进行了军备转移。然而，南部无事，战事发生在了俄军意想不到的哈尔科夫，这引发俄军恐慌性撤离。英国《卫报》报道称，乌军为了这次反攻，已经持续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大型虚假宣传，同时还加大了对俄罗斯间谍的打击力度，阻止他们通风报信。就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周一发文分析称，俄军哈尔科夫地区的失利是俄军调整策略和乌军反击的共同结果。乌军看来形成了一些战役反击能力，对俄军形成了压力。现在的心态是俄军有望将顿巴斯全打下来，但还差点火候。俄军把哈尔科夫地区的军队都调过去，更有可能完成那里的占领。但哈尔科夫地区的战线就要舍弃。胡锡进认为，俄乌的国力及军力对比是无法逆转的。俄军还有在这场战争表层之下玩底牌游戏的核威慑力量。乌军没有能力赢到逼俄罗斯投降的层面，他要在西方鼎力支持下拖垮俄罗斯，也需要一场漫长的战争。乌方会为此付出比迄今多得多的牺牲。对于塑造这场战争的结局来说，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还远远不够力度，不排除西方和乌克兰有打舆论战、夸大进展意义的因素。俄罗斯的最大挑战不是乌军能够变得有多强，而是这场仓促战争带给自己，包括西方严厉制裁的整体消耗。这种消耗的延长无疑是痛苦的。值得注意的是，据塔斯社周日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采访时称，俄方并不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基辅进一步拖延谈判将给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增添变数。他还说，拒绝谈判的人应当明白，进程拖得越久，协商的难度就越大。不过，泽连斯基则在近日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不想再与俄罗斯进行谈判。Well, first of all, setting ultimatum conditions, and you meet them or we will keep invading. So that's their strategy. And I don't want to play this game. I don't like this. 对于泽连斯基的强硬表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回应称，俄方当前下最后通牒是为将来提出要求做准备，他也知道这些要求，按俄罗斯的条件全面投降。乌克兰军队声称在北部哈尔科夫方向夺回伊久姆、库皮扬斯克等多个战略重镇，这对已持续200天的俄乌冲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注意到很多评论都喜欢将这支俄罗斯军队从伊久姆、库皮扬斯克在内的多个东部战略重镇撤退，跟今年3月底俄军从基辅撤军相提并论。我认为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当时俄军从基辅撤退，虽然从客观上面来讲，的确是因为俄军已经拿不下基辅，但是从主观上面来讲，也的确有俄军主动进行战略战术调整与收缩的意味在里面。也就是把伸出去的5个手指头缩回来，握成一个拳头，准备重点进攻与拿下乌东地区。而这次把军队从伊久姆、库皮扬斯克撤退，尽管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这是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以加强顿涅茨克方向的力量，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俄军被动式的撤退。也就是说，从基辅撤退的时候，俄罗斯军队还抱持着拿下乌东的希望，而从伊久姆、库皮扬斯克撤退，这恐怕会让俄军陷入到至少短时间内的低沉与迷茫状态当中。所以对于俄乌冲突来讲，这真的有可能是影响和决定这场战争最终走向的一个关键性战役。那么至于在此之后战争态势是否会朝着越来越有利于乌克兰、越来越不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之前乌克兰方面一直放风要在南部决战，现在却在东北部获得突破。您是如何来看俄乌两军的表现？在我看来，乌克兰之所以会憋住了劲，甚至不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也要拿下伊久姆和库皮扬斯克等北部战略重镇，无疑是想要达到这么几个目标：一是通过这一战役进一步提升乌克兰国内军队与民众的士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乌克兰要在关键的时候挽回、巩固，甚至重新提振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信心。我们知道，足足200天的战争打下来，尤其是一方面随着战事陷入焦灼状态，另外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陷入到了缺油少气、
与高通胀的痛苦当中，不仅西方民众普遍出现了厌战与反战情绪，就算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也在重新思考援助乌克兰究竟值不值得，要不要继续援助下去。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乌克兰军队想通过这样一场胜仗，让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与民众重新看到希望，看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投资回报。而西方设想的投资回报，就是不仅要打败俄罗斯，而且要全面削弱俄罗斯，从此一劳永逸地去除西方国家一个持久的心头大患。除此之外，乌克兰还想通过这一战役打击俄罗斯国内的军心与民心，让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全面爆发出来。这就是乌克兰连日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场所谓大捷的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俄罗斯2战以来的最大溃败的说法，俄方并不承认，认为这是自己主动的战略战术调整。我认为假如俄罗斯经过这次调整能够重新站稳脚跟，那他们肯定想将这样一场战事进一步导入到持久与焦灼战状态，尤其是期盼着能够将战事拖入今年冬天。因为在俄罗斯看来，进入寒冬之后，欧洲国家油气资源的供应将会进一步紧张，物价会进一步飞涨，民怨会进一步沸腾，反战声音将会重新抬头。也就是说，俄罗斯也在希望以此来争取欧洲的民心。那么您又是如何前瞻俄乌冲突的走向？冲突双方如何抉择？其实，在正式发生的第2天，我就曾经预计，这场冲突将会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持久战与焦灼战状态，并且认为时间拖得越久，形势将会对双方，尤其是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为此，我还认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应该及时停损与止血。首先，从大势和力量对比上面来讲，号称为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俄罗斯，显然是对乌克兰形成了碾压式的优势。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因为这场战争并不是只有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打，它实际上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乌克兰背后站着的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北约以及整个广义上的西方世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无法评判俄罗斯与西方的军事实力，那只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对比就可以知道了。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比不上韩国，而且经济结构比较依赖天然资源的出口，因此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军事实力，俄罗斯跟西方都不在一个量级上。也就是说，俄乌冲突之所以会打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并不仅仅是跟乌克兰在打，而是因为整个西方国家都在拉偏架、打群架。其实我认为，中国有句古话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从气势上面来讲，俄罗斯军事实力最强的状态就在开战的第1集。假如俄罗斯能够在第1集中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24小时之内拿下基辅，48小时之内拿下乌克兰，那这场战事就提前结束了。但是假如俄罗斯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形势就会不太妙。因为接下来在西方的全面经济封锁与金融制裁之下，俄罗斯的国力与军力都将缺乏重新造血的能力。相反，乌克兰不仅可以得到西方源源不断的武器援助，而且西方还在其境内帮助乌克兰训练强大的后备军。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应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保障与全球粮食安全等问题。普京警告，乌克兰频繁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将导致灾难性后果，而马克龙则敦促俄罗斯从该核电站周围撤出重型和轻型武器。而为了安全，扎波罗热核电站从昨天起对最后一个反应堆实施冷停堆。
普京在通话中提到，乌方频繁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包括放射性废物储存设施，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还介绍了俄方专家为确保核电站安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表示需要向乌克兰政府施压，令乌方立即停止对核电站的炮击。法国总统府的新闻公报显示，马克龙在通话中重申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必要性。他呼吁俄罗斯军队从核电站撤出重型和轻型武器，并遵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建议，以确保核电站安全。新闻公报称，未来几天，马克龙将继续与乌总统泽连斯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以及普京总统保持联系，以就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达成一致意见。两国领导人表示，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下，就核电站周围局势进行非政治化协作。而就在俄法两国总统通话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进行了通话。马克龙与普京的这种沟通，并不完全局限于所谓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排，应该是要局限于俄乌冲突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对话的契机。特别是我们看到乌方在大反攻之后，那么俄方这个外长拉夫罗夫表态还仍然开放这个所谓的谈话的大门。那么马克龙与普京这种沟通，也许会为俄乌冲突找到一些这个和平的这种曙光，或者是和平的契机。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区域最近一段时间频频遭受炮击，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发动攻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则指出，一旦发生泄漏，将酿成比福岛核事故更大的悲剧。有鉴于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周日证实，当天凌晨，扎波罗热核电站正在运行的最后一台动力机组中断了与乌国家电网的连接，该核电站已经停止运转。扎波罗热当地行政机构代表罗戈夫表示，停止核电站运行的决定由当地政府机构做出，原因是观察到炮击导致核电站涡轮机和反应堆运行不稳定，有发生事故的风险。据悉，目前机组正切换至冷停堆状态，未来有可能重新启动。所谓冷停堆即向热态反应堆注入冷却水，以达到阻止核燃料棒再度升温，最终保持常温状态的措施，属于常规操作。在装置检修、更换燃料棒或者长期休整时，均会采取这种措施。值得指出的是，冷停堆的过程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需要其他电力来支持设备运转。国际原子能机构周日宣布，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备用电力线已恢复，目前一切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位于乌克兰第聂伯河畔，是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也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有6个核反应堆。俄罗斯今年2月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很快就在3月初对其进行了控制。但运营核电站的工作一直由乌方工程师在负责。此前已经陆续关闭了5个反应堆。在冷停堆之前，6号机组以极低功率运行，仅能满足自身用电。目前来说，停止运行核电站是最优的选择，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核事故的风险。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尽管扎波罗热核电站停止运行，但是只要战争一天不停止，那么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将危及核电站的安全，都有可能再次引发核事故。自3月初开始，扎波罗热核电站由俄军控制，但其生产运营仍由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所生产的电能也纳入乌克兰电网。有媒体报道称，俄军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部署了约1万人的军力，并架设了火炮防线，目的是保护核电站。俄方也多次表示，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处于俄方控制，因此没有炮击的理由。而乌方也多次否认在核电站周边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这将危及数百万本国和邻国公民的生命安全。9月7号，核电站局势严重恶化，乌克兰政府呼吁当地居民迅速撤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以及俄乌冲突的这个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乌双方的这个克制。而现在恰恰是俄乌双方都将扎波罗热核电站问题作为这个向西方施压，希望西方能够介入，加大外交调停俄乌冲突的这个力度。据台媒报道，台海军首艘万吨级2栖船坞运输舰玉山舰已完成载台系统与舱面已装各项武器系统海上战术测试合格，将于本月底在高雄举行交舰仪式。
分析认为，玉山舰配备比同类舰艇更全、更强大的武器系统，台海军未来借此或可以提高其两栖攻击能力。不过，由于台海军缺乏制海制空能力，玉山舰作战能力也就是给台军自我强大的错觉。而台造船公司在造船过程中事故频频，更为玉山舰的未来实战能力打上大大的问号。玉山舰由台湾造船公司自行设计成舰，使用全柴推进动力，满载排水量达10600吨，船长153米，船宽23米，最高航速21.2节，可载运全副武装部队250人，另预留233人空间，共搭载673名成员，并可载运2架 UH-60M 黑鹰运输直升机或者2架 AH-1W 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甲板还可起降 CH-47支弩干运输直升机，主要用于支援兵力作战。同时，玉山舰还具备隐形能力以及电磁防卫性能，以及野战医院级的医疗设备。封闭式桅杆内部装有台中科院研发的3D 对空搜索雷达，搭载的武器包括一门76毫米速射炮、2座海剑2型舰载防空导弹发射系统、2座密集阵近距离防御系统。总体来看，玉山号两栖船坞运输舰在世界同类舰艇中只能说比较中规中矩，总体性能属于中等水平。台媒报道称，台海军9月就可以接收首艘玉山号两栖船坞运输舰，随后还可以接连接收3艘此类舰艇，替换目前已经老化的两栖舰，以期能够在没有装备的海岸地区完成登陆作战，并向偏远岛屿提供补给。但观察指出，台军提出玉山舰制造的时候，仍采取滩岸歼敌的战术，但目前两岸军力对比之下，玉山舰显然不切实际。从玉山舰整体性能来说呢，对台湾地区的两栖作战能力提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艘两栖船坞登陆舰还是1万吨呢，而且它也具备了均衡装载能力，可以同时呢把一个建制单位的登陆部队呢输送上岸。也就是包括呢兵力，还有呢相应的装备嘛，这就是均衡装载了。在技术性能上，比台湾地区海军之前的那些二手货，要先进得多了。不过，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两栖运输舰的运用需要强大的驱逐舰、护卫舰和空中力量的支援，而台军显然没有支援玉山舰的能力。在不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的背景下，玉山舰以及台军的基隆级驱逐舰、拉菲特级护卫舰等老旧军舰，因其机动速度较慢，作战就是一个活靶子。所以，玉山舰的存在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最多也就是让台军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自己的建造实力和军事实力很强。玉山舰呢，它只能是靠机械化登陆艇呢去实施呢登陆，这在进行两栖作战的时候速度呢就慢得多了，要比气垫登陆艇慢好几倍。那在垂直登陆方面呢，它的吨位比较小，因此它只能搭载了2架直升机，这样的垂直登陆能力了胜于无。更何况呢，就是在进行两栖作战的时候，首先呢得获取呢制空权和制海权，而这2个权呢，对于台湾地区军队来说，恰恰呢是无法达成的。事实上，台湾所谓鸿运计划造舰项目背后，还是有某个域外大国操纵和帮忙的身影。从台湾方面公布的情况看，玉山舰的设计方案实际上就是购买了美国海军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坞运输舰的设计方案，其封闭式的一体化桅杆和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如出一辙，只不过是美国军舰的缩小版罢了。舰上装备配置除了8枚雄风2型反舰导弹发射下2部海剑2防空导弹算是台军自造的武器外，其他武器设备都是一整套的美国货，包括9辆 AAV7 两栖突击车、7辆悍马轻型轮式装甲车，或者不到10辆的 CM11勇虎主战坦克，以及 UH-60M 黑鹰直升机和 AH-1W 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全是地道的美国货。台军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日前在其新书中就批评称，根据当前台湾的防务工业环境，台湾尚无单一制造厂家有能力承担自制，即所谓台机自造或台建自造，台湾只是落入产品组装而非系统生产的窘境。最终，台湾当局所倡议的所谓防务自主，难免会有些想当然耳。岛内媒体还质疑玉山舰的安全状况。今年5月，玉山舰在测试期间，因台船操作不当，造成舱内大量积水，随即终止测试并启动排水作业。台船当时表示，由于操作过程中忽略了一些注意事项，才会发生相关事故。有台湾民众嘲讽，快变成潜艇了。还有民众指责，不知道又要无端烧掉多少纳税钱。
后续经过排除后，该舰才得以进行海上测试。另外，同样是由台船承造的台海巡部门首艘1000吨级巡逻舰，7月在进入船坞后，竟先后发生3次坐蹲失败，导致2只叶片损坏的重大事故。周日，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就美国对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窃密一事，中方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事实上，美国在网络空间没有遵守任何国际规则。西北工业大学遭美国政府网络战机构持续入侵及窃密事件，揭开了多年来美国利用单向透明的技术优势，危害他国网络空间主权安全的冰山一角。而中国政府披露事件全貌，为世界各国抵御网络攻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这也是中方在侦破这起网络攻击案件时得到10几个国家协助的原因。根据外交部网站周日发布的消息称，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就美国对我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窃密，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杨涛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部门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有关事实清清楚楚，证据确凿充分。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中国机构实施网络攻击和窃密敏感信息。美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有关机构的技术秘密，严重危害中国关键基础设施、机构和个人信息安全，必须立即停止。外界注意到，这是中国官方近年来第2次指控美国对其发起网络攻击。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奇安盘古实验室今年2月发表报告，披露隶属美国国安局的黑客组织对中国、俄罗斯、日本等4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10多年的网络攻击。中国外交部随后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此类活动。实施此次网络攻击的是美国国安局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简称 TAO， 成立于1998年，由2000多名军人和文职人员组成。近年来 ，TAO 对中国国内网络目标实施上万次恶意网络攻击，控制了网络服务器、路由器等相关网络设备，窃取超过140GB 的高价值数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相关机构在今年上半年就发布了近10篇证据确凿的报告，充分证明美国开展网络攻击十分猖獗、肆无忌惮。外交部网络事务协调员王磊上周2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美国的恶意网络活动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个人数据等领域的安全。美国在网络空间没有遵守任何国际规则，也彻底抛弃了中美2015年达成的双边网络安全协议。可以说，中美在网络领域的既有共识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2015年，中美双方达成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双方约定本着依法、对等、坦诚、务实的原则，建设性管控分歧。但实际上，美国此前仗着长期在网络安全领域一家独大，美国的间谍机关利用技术优势危害他国网络主权安全，全过程隐身，他国难以识破，而美国却动辄指责他国危害网络安全。如今，中方也掌握了网络安全领域的核心技术，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安全的能力不断提高。这次事件的报告甚至准确定位了美方牵头对西工大实施的项目负责人以及多份技术合约。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民众认清，美国在网络安全中的这种霸凌、霸道以及对其他国家进行迫害，反而把自己打扮着那么样的一种无辜的这样的一种伪君子的这种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涉事的 TAO 是美国军方的下设机构，其上级部门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隶属于美国国防部，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间谍机关。鲜为人知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与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是同一个人。2017年，时任总统特朗普将这一机构升级为1级司令部，与美国陆、海、空、天4大军种平起平坐。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 ，TAO 代表了全球网络攻击的最高水平。真正让其一战成名的是2010年伊朗纳坦兹核工厂离心机遭阵亡病毒破坏事件。当时有1000多台用以浓缩铀的离心机运行失控，最终高温自毁而报废。事件直到10年后才被证实由美国国家安全局策划，通过特工植入病毒实施，成为史上首次通过虚拟空间对现实世界实施攻击破坏。此次行动颠覆了传统作战观念，标志着网络空间作战进入实战化时代。尽管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承认过对任何国家使用网络攻击，但根据斯诺登在2012年的揭秘，美国在每次使用网络武器时都需要总统的同意，处于同等地位的就是核武器。
目前，虽然阵网病毒在网络世界已经销声匿迹，但美国网络战部队迭代阵网病毒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网络空间的矛与盾攻防还会持续下去。在此次西北工业大学遭美方持续攻击窃密的事件中，尽管美方采取了多种掩人耳目的技术手段，但一一被中国的技术团队识破。有观察就认为，这次案件的侦破具有里程碑意义，打破了一直以来美国在网络攻击领域的单向透明优势，也首次向全世界完整地展示了美国政府实施网络攻击的全过程，为世界各国抵御美方的网络攻击行为提供了有力借鉴。经验实际上呢，也在逐渐的积累，也逐渐的变得更为丰富。一方面，技术能力的建设要持续不断的加强，因为网络安全就其本质而言，有非常强的这种技术的因素和技术的这种属性，而且技术的更新又非常的快，因此在技术的提升方面始终要强化。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在网络安全领域中规则的制定和普及。去年6月，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中曾根在采访中承认，美国向乌克兰派遣过进攻性的网络部队，并对俄罗斯发起过网络攻击。网络空间成为舆论战、信息战的重要战场。网络安全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对抗趋势越发凸显。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网络空间安全顶层设计，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对各行业都提出了明确的网络安全合规要求。人家以国家的力量来攻击我们，我们该不该还手？我们应该在国家允许的情况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至少我们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既要做盾，也要做矛。我们只有做好了矛和盾，才能够真正的维护我们国家安全。